大家好，今天应该要这么说，因为我的频道的主题是机会教材嘛。那很不幸的，1月3号我发生车祸，然后今天是9号了，礼拜天。我想说休息了几天，虽然头还是会晕啦，因为我撞到的当下，我头有虽然我有戴安全帽，我是戴3/4的，但是头后脑还是有，应该是说左后吧，左后还是有去敲到头，所以脑袋有点晕晕的。我之前要把车子稍微大概整理一下啦，因为车壳很多地方破了啊，然后锁点都几乎都断了啊，就是摩擦。因为我没有车不行嘛，所以我变成说我想要说车子先稍微的大致整理一下，因为赔偿都还没有谈，所以我也没有多余的闲钱先整理车子。那今天最主要就是想要整理一下车子。我的车，我们先来看车头好了。有没有看出来？好像我龙头是正的，但是轮子好像有点偏这样子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得出来，龙头歪了，龙头歪一边。然后以水平来看的话，这边的把手比较高，这边比较低，因为我那边的端子镜被撞断了嘛。然后这边也断了，这边也断掉了，这边也断，这个也没有用。我当初是朋友买GoGo龙，他有送这个，他说他不喜欢，我就给他便宜买过来。码表这边，码表的固定螺丝座也都撞断了，整个码表凹下去。然后这个刮伤，这个也震断了。这边刮伤，这边是倒地以后在地上摩擦造成的。这边是，然后排气管的护挡，因为我刚刚有讲嘛，那边是我是这边被撞，这边的壳都破掉，撞击点应该在这一带。我大概看一下，应该它的前轮是插到这边。它的前轮好像有插到这边，因为这边最明显，这是新痕迹。因为我是左边被撞，然后我车是倒向右侧，车倒下去以后，我人是从这边车倒下去以后嘛，我人是从这边飞出去，然后有撞到这边，把端子镜撞断了。像端子镜下就是剩这个座。端子镜整个断掉，然后我的腹部有戳到，所以现在肚子都会隐隐约约会痛。那就撞到这边嘛，然后这个叫什么冠刀哦，就这个也是断掉。左边看不太出来，右边比较明显。然后以车身来看，现在这样子是直的话，好像有点偏这样子的感觉，有没有看到？你这样子应该可以看到这边一点点轮胎，然后另外轮胎就好像有点歪这样子的感觉。哦，有撞那么大力哦。然后
我刚刚有讲到，因为我是这边倒地，所以这边都是擦伤比较多，像这个也都整个刮花了。倒下去，排气管也有可能是这边撞到，因为虽然我速度不快，但是绿灯刚起步，一撞到整个就倒地，有可能是这边撞到倒地以后，造成这边位移过去吗？掉接还是侧身歪掉吧？这边整个都破了，反正。我只能说啦，虽然是老车，但是我指的外观可能没有很光鲜亮丽，但是车子该顾的我都有在顾。然后，哇，椅子也断了，马桶也断了。这样子的话，因为对方先不讲这个好了，因为这个到时候还有牵扯到时候跟他协调。那我希望说跟各位聊一聊，就是如果你们发生车祸的时候，大概该怎么处理？我是觉得你发生车祸的当下，真的不要紧张，然后先确定自身的安全，你身上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疼痛、外伤，站不站得起来，这个都很重要。如果你确定外伤不严重，可以站起来的话，先赶快走到安全的地方。因为像我被撞到的时候，我是在路中嘛，虽然我人翻出去，但是那时候当下真的痛到没办法站起来，我记得我躲在地上打滚，然后当慢慢的我可以站的时候，我就赶快走到路边去坐，然后切记如果有戴安全帽的话，可以的话自己把安全帽拔下，因为这有些案例里面很多车友撞到以后，可能我是觉得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，你也不要让他帮你脱安全帽，如果可以的话自己脱，要不然很多车祸都是因为安全帽被拉扯脱掉的时候导致颈椎受伤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先确定人身安全以后，赶快移动到安全的地方，再详细检查一下自己的状况。如果都没有问题以后，赶快拿出手机拍照，尽量各个角度都拍一遍。全景，我觉得是全景会比较好，不光拍你的车，你还要拍对方的车，整个场景怎么撞的，各个角度都拍一遍以后，可以录影也是可以啊。像我只是拍照，我就是可能车前、车后、车左、车右，然后稍微大概的全部拍一下。因为如果真的会阻碍到交通的话，而且也有可能，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没错的话，对方可能偷偷帮你移车啊，造成就破坏现场，所以这个对双方会比较麻烦。然后再来当然就是报警啊，有受伤就叫救护车啊，然后报警是一定要的。然后切记哦，警察来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先帮你做酒测，配合做完酒测以后，他大概丈量完，他会跟你做一个初步的笔录。在笔录当下，我是觉得，其实我刚撞头有点晕了，我也不太记得我当时讲了什么，我只知道我也没有讲太多，然后描述的时候尽量简单扼要，你知道就知道，不知道就不知道，你不要加油添醋。然后警察在做笔录的时候，仔细看一下他描写的对不对。譬如说，他会先画一个大致的那个肇事的图，你要确认他画的图都正确，然后他的描述跟你所讲出来的话是一样的，都确定没问题以后再去签字。因为有很多案例啊，
都是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乱讲话啊，或者说加油添醋啊，导致后面的一些判赔啊那些东西导致很麻烦。然后再就是等待他那个鉴定报告，发生车祸以后第7天以后，你可以申请当时的笔录跟那个绘制的草图7天，然后1个月以后才可以拿到那个初判表，就是初步判定责任厘清表，好像是这样讲，反正就是初判表，他大概会讲说谁对谁错，或者谁对多少谁错多少，大概这种东西。所以一般来讲都是1个月后他会给你一张单子，它上面有个 QR code， 那个 QR code 你扫描就可以连到内政部警政署的那个什么鉴定表报告那个申请书，然后它上面也是会跟你讲7天后申请笔录跟那个草图，1个月以后才能拿到初判表。因为最重要的是那份初判表，我建议就是1个月以后再去申请就可以。然后你可以申请电子档，或者说你找一个就近的警察局去那边拿也可以。因为我还没有走到那一步，所以后续的动作我没办法跟各位介绍。那最主要的就是车祸发生当下真的不要紧张，该你做的该你讲的都要记得做好，然后自身安全一定要注意，不要说我要装得很可怜，那受伤很重就一直躺在路中间，等下拿个瞎子又把你冲过去就2次伤害。好啦，我可能大概先做个假固定，因为我刚撞完时候龙头整个是歪很多，轮子是直的，但是龙头可能是整个歪一边。然后没办法，我没有其他车，我只能就赶快硬敲，把它尽量敲正以后发动，因为有倒车嘛，所以很难发。发动以后就赶快气回来放，然后再去医院挂急诊。对了，如果你有受伤，一定要去看医生，当下就要去，你不要隔天再去。虽然像我好了，我当下急诊的时候状况并不多，但是隔天我就开始出现头晕什么，那个你再回去复诊就可以了。因为有些东西，像我急诊的时候，他是有跟我讲，因为我目前他是说我当下并没有很明显的内伤，譬如说内出血，像我肚子被把手撞到嘛，是有淤伤，但是超音波照不太出来，所以他说叫我回去休息1-2天，如果一有问题要赶快再回去看。所以我第1天挂完急诊以后，我第2天，因为我第2天几乎都在睡觉，真的全身很痛，然后头很晕，我几乎都在睡觉。然后我第3天我才跑去看医生，记得有什么问题一定要跟医生讲，然后请医生做检查，然后开立证明，然后你的收据都要收好。然后因为这个是到最后有牵扯到你赔偿的问题啊。事后我是觉得，我的感觉啦，我是觉得今天谁对谁错，说实在话大家都心知肚明啊，只是错多错少的问题而已。像我的状况，我是绿灯起步，我已经快骑到路中间了，快跨越那条横向的马路的时候，他冲出来，从我这边撞下去，看得出来这边就轮胎痕迹啊。他整个撞下去以后，这边也破了嘛，整个撞下去以后，我就直接往那边倒，所以我根本看不到他，他是从我屁股，几乎是从我屁股撞，我怎么看得到他？所以只是很妙啦，他隔很多天以后，他好像隔了3-5天才跟我联络。我是觉得他不认为他自己有错啦，所以我就觉得或许啦，这每个人的自由心证啦。但是以我来讲好了，今天我如果撞到人，我应该会先思考，到底是我错的多，还是对方错的多。
那有错就认错，不要说硬熬死熬，因为很多车祸的例子大家也都看得出来啊，都明明有错就硬熬，干嘛？当然啦，能够你如果是被害者，也不要狮子大开口；如果你是加害者，就是肇事者，你也不要说想要把。当然了，如果能够大事化小是最好，但是该你负责任的，真的不要躲。你看现在台湾的治安，台湾的社会环境为什么会这么差？好啦，因为一手拿手机，我也没办法帮车子做整理。那大概先聊的状况就是这样子。如果有后续的话，我再跟各位补充。那我先把该贴的怕会掉的弄一弄。好了，今天老进站车祸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